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杨紫新剧又爆了，先别急着吹。杨紫新剧《国色芳华》热播，这部剧到底咋回事？最近杨紫的新剧《国色芳华》火了，怎么火的呢？一边是粉丝夸到天上，年度爆款，杨紫稳了；另一边呢，路人和剧评人纷纷敲起键盘，开始刨坟式吐槽。有人说这是大制作，精服化，高级质感；有人却直言不讳，这不还是换了皮的古偶剧吗？为了弄清楚这部剧到底玩了什么把戏，我硬着头皮看了19集，差点连头发都看掉了。下面就来聊聊这部剧的优点和毛病，咱们一条条掰扯清楚。服化道很下功夫，但这并不够。先说好话，这剧的服化道确实有2把刷子。唐朝背景的设定，画面看起来赏心悦目。婚礼场景、宴客礼仪，每一个细节都能看出用心。头饰、服装、器皿，甚至连夜戏的烛光，都有种浓浓的古典氛围。有人说有点像知否的风格，这点确实不假。用现在的话说，这剧的画面看起来很贵，但贵归贵，这只能算是面子工程。内核呢？拿唐朝做背景，却只是给故事套了个壳，剧本的魂看不出来。服化道再好看，也就补了剧情的平淡和套路。女主经商是认真的吗？这剧号称大女主逆袭，女主杨紫饰演的何为芳，从一个被迫嫁人的商贾之女，一步步逃离乱世，找到母亲留下的祖业方圆，据说还要开启她的商业版图。这听起来很励志，但真看起来，怎么就透着一股浮于表面的味道？她的经商过程，说是事业线，其实更像一条直线。遇到问题，她总能靠主角光环化险为夷。剧中的危机和挑战，就像一张白纸，轻轻一戳就破了。没有细腻的过程，没有逻辑的推演，看着像是儿童版创业指南。观众还没来得及为他捏把汗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事业线根本没有真正的商业逻辑。他的聪慧和手腕是靠剧情喂出来的，而不是靠细节和行动表现出来的。举个例子，他从黑店逃脱，靠的不是商业机制，而是恰好有好心人帮忙。他拿下商业项目，也不是靠什么核心策略，而是刚好运气好。这样的职场故事，怎么看都像是空中楼阁，人物太完美，跟真人没啥关系。何为芳这个角色，打眼一看是个榜样女性，坚韧、聪慧、独立，甚至还带点悲剧色彩。但看久了，你会发现这角色问题很大，她太正确了，正确的像一本教科书。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她总能化险为夷；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局面，她的选择总是正确的。这样的人物，怎么说呢？很励志，也很假。真要是一个人活得这么完美，那他不是人，是神。而且为了让这个角色显得更苦难、更坚韧，剧里堆了太多受难情节，从被骗到被辱，从被打到被追杀，甚至还差点被强暴。剧本生怕观众不心疼他，简直让人怀疑编剧是不是在虐女上头了。问题是，这些情节堆得密不透风，反倒让观众产生了疲劳感。眼泪落得越多，观众越是无感，甚至开始怀疑，这么虐，是不是就为了显得他更伟光正？爱情线还是那一套，没新意。再说感情线，这剧的爱情部分，说白了，还是套路加套路。李现饰演的男主蒋长阳，表面看是个风流商人，但实际上是外冷内热的老套路人物。他和女主的互动，基本就是一些你在其他古装剧里看过100次的桥段。剧里总有那么几个固定操作，男女主误会又和解，一起住而只有一间房，
男主对女主冷言冷语，但背后却默默帮她搞定一切。这种桥段，观众能闭着眼猜到下一集会发生什么。而蒋长阳这个角色的塑造，也让人觉得苍白。他的痛苦和创伤，比如母亲早亡、原生家庭不幸，都只是点到为止，完全撑不起他的复杂性。很多观众甚至吐槽说，这角色刚出场的时候，他们以为是个宦官，因为他的台词太过柔婉悠长，听着都让人出戏。古装剧为什么总是换汤不换药？国色芳华的争议，其实是很多国产古装剧的通病，画面上去了，内容却下来了。这些剧表面看着很精美，服化道精致，投资过亿，议题跟得上时代，但故事呢？还是那些老掉牙的桥段。这几年，很多古装剧都想摆脱古偶剧的标签，拼命想往古装正剧上靠。但问题是，这种转型多半只是换了个皮，没有换内核。在观众眼里，古偶剧就等于肤浅、单薄，而正剧就该是深刻、有逻辑。但国色芳华这一类剧，服化道和立意上向正剧靠拢，但故事创作还是停留在古偶的层面，结果就是四不像。说白了，这些剧没有找到真正的新方法论。他们想讲女性独立，结果只会用受难家逆袭的模板；他们想拍职场故事，又懒得研究复杂的职场逻辑；他们想讲爱情，却只会用冤家变情人的老套路。观众看一部腻一部，最后只剩下吐槽。观众要的其实很简单，其实观众并不需要每一部剧都投资几个亿，也不需要每一场戏都抠细节到头发丝。观众要的就是一个好故事，一个逻辑通顺、人物真实、有张力的故事，哪怕画面稍微差点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，与其花大价钱堆服化道，不如多花点心思打磨剧本。与其拼命迎合古装正剧的标准，不如先问问自己，这个故事有没有讲好？毕竟，剧本才是一部剧集的根本。国色芳华热度很高，但如果国产古装剧一直这么新瓶装旧酒，这种热度还能持续多久呢？